我给蓝星穿越者丢脸了，我堂堂穿越者，竟快要被活活饿死，真是荒天下之大谬！没系统，没戒指，老爷爷还天生体弱多病，18岁的年纪，身体却死死停在12岁。系统，老爹啊老爹，你还真是有先见之明，死前把祖传破碗传给我，是不是早料到你儿子将来要靠讨饭过活？二丫，去买个包子吃。多要些咸菜。好的，陈青哥哥。去年冬天，我在雪地里捡到它，是我无能啊！仙人来收徒了！啊，仙人！修仙，我要修仙！陈青哥，慢点儿，你身子弱，跑这么快会出事的。这一次绝不能再错过。这就是修仙者，他的身份应该更高。陈青哥哥，别怕，我们马上也会成为仙人了。今日我青阳宗到此收徒，凡有灵根者，皆可入我仙门。仙人，我家虎妹从小聪慧过人，一定能成为仙人。我家小黑子力大如牛，算命的说他是仙人转世。肃静。只是一柄剑就能轻易斩碎石桌，这就是我想要的力量。所有12至18岁者排好队，依次上前测试灵根。小黑子，加油！把手放在测灵石上。是仙人。无灵根，下一个。怎么会？算命的明明说……下一个。二壮，你可得争点气！等我家二壮成了仙人，往后在青石镇有你们好受的。把手放上去。一定有灵根，一定有。无灵根。不可能！仙人，你一定弄错了。我家二壮怎么可能没有灵根？他从小就比别人壮实，肯定是你这宝物坏了。他疯了，竟敢当众质疑修仙者。等我家二壮成了仙人，往后在青石镇有你。仙人饶命！饶命！仙家之物，岂容尔等亵渎？再敢胡言乱语者，此为下场。下一个，继续。冷血的令人恐惧，可这份凌驾众生的力量，我还是想要。无灵根，下一个。陈青哥哥，我怕。别怕，上去试试。不管结果怎样，哥哥都在，至少让他有机会。伸手。水木双灵根，不错，不错，他有灵根，他能修仙。小妹妹，你以后就是我青阳宗的人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谢谢仙人，我叫二丫，我全名叫陈雪见，是哥哥起的。很好听的名字。师尊此次也会收徒，他很可能成为我的师妹。先让你哥哥也测试吧。接下来就是我了。一个讨饭的也想修仙，怕不是疯了？瞧他那病秧子模样，怕是活不了几天，还修仙？古灵18，身形羸弱，先天不足，这般资质也敢来凑热闹？仙人，还请容我测试。既然来了，便让他测吧。缘法自有天定。哼，即便有灵根，也是浪费宗门资源。有东西进来了，消失了。废物就是废物，还想痴心妄想修仙？滚下去！没有灵根，穿越者不是该自带5灵根吗？时也，命也，碗在发热。
灵根，纯木系天灵根。我就知道，这才是蓝星穿越者该有的标配。天灵根才配得上穿越者。陈清哥哥，你也有灵根，我们以后可以一起成为仙人了。我们都能成为仙人，再也不用挨饿受冻了。天漏之体。天漏之体，真是浪费。空有天灵根，却是个留不住灵气的废物。大姐姐，我哥哥怎么了？雪见，修行就像用木桶装水，普通人的身体是完好的木桶，可以一点点积攒灵气。你哥哥的身体却像一个满是漏洞的木桶，哪怕倒入再多的水，也会瞬间漏光，永远装不满。留不住灵气，天漏之体，万中无一。你虽有天灵根，却留不住一丝灵气，即便耗费海量资源，修行进度也不及常人一日，终究是与仙途无缘。与仙途无缘，穿灵根者又如何？到头来还是一个不能修炼的废物。我们该走了。不要，大姐姐，你帮帮哥哥好不好？求求你了。雪见，不是我不帮，你哥哥的天漏之体，终究与仙途无缘，谁也救不了。别耽误时间，他只是个不能修炼的废物。哥哥不去，我也不去。哥哥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，哪怕一辈子当乞丐，我也不跟你们走。他竟然愿意为了我放弃仙门，听大姐姐的话，跟他去清源宗修仙，哥哥一个人也能活下去。我不要一个人修仙，我要跟哥哥在一起。若强行带走雪见，他的心境必受影响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们便带你哥哥一起回宗门。真的吗？你，此事就这么定了。他虽不能修行，但毕竟是雪见在意之人，带回宗门安置在杂役处便是。谢谢大姐姐，谢谢大姐姐。哥哥，我们可以一起去仙门了，以后我们就能一起成为仙人了。二丫都没有放弃我这个穿越者又怎能认输？只要进入修仙世界，总能找到办法，哪怕从杂役开始，付出100倍、1000倍努力，我也不会放弃。收拾一下，随我们启程。不用收拾了，我们随时可以出发。这里没有值得带走的东西。哥哥，给你一半。以后不会再让你饿肚子了。天漏之体又如何？属于我的仙途才刚刚开始。洛冰，你终于回来了。师尊，宗主，好，这二人之中，谁是天灵根？孤灵18，身形却如稚童，先天有缺。见过宗主真人，得尽快说明天漏之体，免得误会更深。此人虽测出纯木系天灵根，却是个留不住灵气的天漏之体，空有资质，毫无用处。连我的金丹灵力也会彻底失去感知。这是宗主？没错，确实是天漏之体。天灵根配天漏之体，实在是天大的浪费。洛冰，你既然看他是天漏之体，为何还要带他回宗门？师尊，陈血剑乃是水木双灵根，天赋极佳，他与陈青情谊深厚，执意要与他同进同退。若不带陈青回来，血剑便不肯入青阳宗。弟子考量再三，将他一同带回。水木双灵根，根骨清奇，灵气纯净，确实是块好料子。小娘，你可愿入我门下修行？我愿意，只要能和哥哥在一起，我什么都愿意。宗主亲自收徒，这是二丫最大的机缘。二丫，快给宗主磕头，叫师尊。师分，至少他的仙路已经稳了。以后你就是我的弟子了，洛冰便是你的师姐。洛冰师姐，血剑师妹，你既有天灵根资质，却受困于天漏之体，当真是造化弄人。李长老，将他安排到后山杂役处，给他一份清闲差事，无需干重活，也不必强求修行。是，宗主。谢谢宗主师尊。弟子陈青绝不会给青阳宗添麻烦。跟我来吧，我带你去杂役处。二丫，
日后好好修行，乖乖听林师姐和宗主的话，不要担心我，哥哥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哥哥要好好的，我会努力修炼，以后保护你。我一定要变强，治好哥哥。断剑、废炉、残甲、矿石，什么都有。这就是修仙界的废品回收站。陈青，日后你就看守这里。你的职责就是看管这些废弃器物，将外路的垃圾归置整齐。平日无需干重活，也不用参与杂役弟子的修炼考核。在他们眼中，我已经与修行彻底无缘。往后在此安心度日，莫要多生事端。弟子定会安分守己，看好废爆店。功法的事该怎么开口？这是你的身份玉牌，收好了。这是我在仙门中的第一份证明，至少从今天起，我真正进入了青阳宗。当年的我也曾一无所有，你虽是天漏之体，但也并非全然不能接触修行之道。这本长春诀是宗门最基础的炼气功法，你自己琢磨琢磨。即使无法修炼有成，也能强身健体。另一本是宗门门规，还有一些基础修仙常识。通往修仙大道的钥匙终于到手了，谢谢李长老。不过举手之劳，好好待在这里，安分守己便好。这份恩情我记下了。天漏之体又如何？只要有功法，就有改变命运的可能。炼气、筑基、金丹、元婴、化神，其他境界离我太远。现在最重要的是炼气1层。这是聚气丹，只是闻一口，身体就像饿了很久。4道丹纹，极品聚气丹。闭目凝神，感应天地灵机。这就是灵气，我这就感气成功了啊！看来是天灵根的天赋，一步出错便可能伤到经脉，不能大意。开始引气，成了。不对。功法中说，灵气应先入经脉，再冲击丹田。灵气没有漏出去，是被身体吸收了。力量真的变强了。不对，肯定不对。我的身体可以恢复，我肯定不是普通天漏之体。我的身体就像干涸了10几年的土地，所有灵气都被身体优先拿去修复自身。等身体被填满，多余灵气自然会进入丹田。原来如此。身形好像也挺拔了一点，只要继续吸收灵气，等身体彻底修复，我一定能真正开始修炼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身体明明已经恢复，为什么还在吞噬所有灵气？不，我一定可以修仙，哪怕要比别人多走100倍、1000倍，也拦不住我。哼，这样顺眼多了。为什么？我现在早已能拔树，扛起1000斤重物，可没有气海，我终究只是个力大无穷的凡人。很多特殊体质都需要特殊灵物或闪亮灵气才能开启，难道我的体质也需要大量灵气才能开启？4个月吞掉的灵气早就超过普通炼气初期修士。或许不是身体填不空，而是这里的灵气太少，去灵气更浓的地方。你们若是完好无损，哪怕只有1件，也够我搏一把了。曾经都是修仙者争抢的东西，如今却无人问津。聚气丹，聚气丹
炼气期最基础的辅助丹药，只是炼制失败的残次品，药效十不存一，还可能带着丹毒。可它蕴含的灵气远比后山天地灵气凝练，这也许就是破局的关键。哪怕有丹毒，我也必须试。只要确定身体能吸收丹药灵气，我就一定想办法把它喂饱。2枚一起服食，可能直接被丹毒放倒。一次只是1枚，足够判断结果。吃。焦糊苦涩腐臭，还夹着药香，比青石镇的馊饭还难吃。2股灵气来源，差距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像干涸大地终于迎来暴雨。可以，真的可以！1枚药效十不存一的残次品，竟抵得上10天苦修。若是1枚完好聚气丹，岂不是抵得上1个月？只要弄到足够多的丹药，一定能喂饱这具身体。到那时，至少可以冲击气海，真正踏上仙途。我这是洗精伐髓了？突破瓶颈或服用天才地宝，才可能洗精伐髓。先不管了，再待下去怕是要被自己放倒，必须马上洗干净，不然真要被腌入味了。爽！身体能吸收丹药灵气，问题只剩1个。想喂饱这具身体，就必须弄到更多丹药。我连正式杂役的阅历都没有，合着不管蓝星还是修仙界，没钱都寸步难行。以前没钱，只能做996社畜，总不能到了修仙界还去挖矿当木马吧？就算我愿意做苦力，这副模样也未必有人收。但我有蓝星的见识，也有远超常人的力量，只要计划周密，赚些灵石或丹药，并非不可能。但绝不能让人发现身体变化，更不能暴露我并非天漏之气。秘密一旦暴露，就没有回头路了。先休息，明天再想办法。这感觉真好，浑身轻快。好香。不对，这种地方怎么可能出现丹香？这是聚气丹，只是闻一口，身体就像饿了很久。4道丹纹。极品聚气丹，丹药分下品、中品、上品、极品。1道为下品，2道中品，3道上品，4道便是极品。灵气是普通聚气丹10倍以上，且毫无丹毒。内门弟子也未必能拥有1枚。昨晚放进去的明明是黑红杂色的残次品，唯一发生变化的地方就是这只碗。祖传聚宝盆，这种变化我这个穿越者再熟悉不过。我就说，堂堂穿越者怎么可能没有外挂？废宝殿里的残差丹药都可能变成极品丹药，有了它，喂饱身体、冲击境界都不再是奢望。没钱修仙对我来说不存在了，它就是我逆天改命的最大依仗。老爹，我错怪你了。原来你留下的不是一件无用破烂，这种丹药放到坊市，足以让修士争得头破血流。我爱死你了！原来你一直就在我身边，而我却不知道。以后你不叫破碗了，就叫聚宝桶。怀璧其罪，这种逆天能力一旦暴露，等来的只会是杀身失祸。极品丹药的药香也藏不住，哪怕这里只是后山，也不能冒险。出1枚就当场吃1枚。可聚宝盆是贴身带着还是留在这里？这种宝贝谁得到都恨不得含在嘴里，一直带着一只破碗反而才是最大的异样。还是把你当破碗最安全，随意放着才是最好的伪装。先看看极品丹药到底有多强。没有苦味，没有丹毒，只有纯粹药香。这才是真正的极品丹药。惨淡的满足感与此刻相比根本不值一提，经脉正在被滋养强化，不能只让身体吞噬，趁现在冲开气海。身体仍在疯狂吞噬，强行开气海可能出现不可控变化。不，现在有聚宝盆，不缺资源，没必要冒险，稳扎稳打才是最安全的路。金手指刚到手，可不能先把自己玩废。这1枚丹药的灵气，比4个月苦做吸收的还多。现在这一拳，怕是有2、3千斤力道了。这么大的力量，小胳膊小腿扛得住吗？力量只是肉身强化后的外在表现，
怎么感觉自己成了人形怪物？他除了转化丹药，还有别的能力吗？若连法器、矿石、功法都能恢复，可若弄出藏不住的动静，就是自寻死路。不行，现在还不是研究的时候，先等我踏入仙途，弄到储物袋，再慢慢研究。二丫入门4个月，一次都没来找我，这傻丫头怕是真把我的话全听进去了。她在努力，我也不能停。这废字可以去掉了。这里不是废品厂，是一座没人知道的宝库。以前铜板馒头不知放过多少次，从没发生变化。它大概只对修仙之物有效，准确说是对仍有灵性的东西起作用。先委屈你们待些时日，等我踏入仙途，就来带你们走。这些不是垃圾，是未来的极品丹药。淬体丹残次品，凝神丹废料，这些先分好，日后或许都有用。就是你了，灵气尽散，连一丝灵性都没有，聚宝盒还能恢复吗？这样的废丹比残次品多得多。若连这种废丹也能转化，我就再也不用为修炼资源发愁。成不成，总要试过才知道。祖宗保佑，千万别掉链子！这一次，我要亲眼看清它怎么变化。为什么还没有变化？是废丹太差，次数有限，还是昨夜真的只是巧合？再等等，昨天也用了1夜。怎么会没用？难道我只要一看到希望，就会被打回原形？不可能！黎明，天亮了。成了，成了！连灵气尽散的废丹也能化为极品。这座废宝殿真的成了我的极品丹药库。我就知道，我的外挂不可能掉链子，它是我这个穿越者独有的专属外挂。但极品丹药在外多留1颗，就多一分危险。力量又暴涨了一大截，至少3、4千斤了。这绝不是普通天禄之体，而是某种噬灵体质。先低调发育，其他秘密日后再查。噬灵之体终于快吃饱了，明日就是最后一枚。万斤力量，真成怪物了。再吸收1枚，我就能尝试冲击气海。这本功法我已经看了不下100遍，可只要漏掉1个细节，就可能功亏一篑。看来是我太紧张了。养好精神，明日全力冲刺才最稳妥。聚宝盆能转化丹药，那功法呢？若功法也能升级，功法决定灵力品质，也决定未来的修仙根基。这一次赌的不只是资源，赌的是我未来整条修仙路的根基。成了！只是摸着封面，心神便安静下来。好，仍是炼气期功法，却已经发生质的飞跃，凝练出的灵力比原先雄浑数倍。还保留了强身健体、根基稳固的优点。一甲子，60年，几乎等于一个凡人的一生。60年！炼气修士也不过100载寿命，筑基修士也只有180年左右，哪怕金丹大能，也不过400载。元婴寿于1000年，最终仍会化为尘土。对筑基修士而言，足是1/3的寿命。这种功法足以让无数修士疯狂。修仙路漫漫，我要走得更稳、更远。核心法门没有改变，只在细微之处全面优化。引气部分已经全部输集，这1枚先让身体彻底吃饱。终于慢下来了，身体真的要吃饱了。身体真的发生了蜕变。应该是这特殊体质打破了某种枷锁。现在不是研究体质的时候，药力仍在爆发，这是冲击气海的最佳时机。
特殊体质没有捣乱，反而像主动让开了道路。比想象中顺利得多。成了！筹备这么久，肉身与经脉早已达到巅峰。炼气1层。我也是修仙者了。从今天起，我不再是凡人。不是外敌，是聚宝潘本身在动。是你，这可是我最大的依仗，绝不能出问题。这种感觉，就像它成了我身体的一部分。认主，无论小说还是修仙常识，这都是法宝认主的表现。好，没有传承信息，但我知道该怎么控制它。大，真能变大！以后大件废宝也不用担心装不进去，这下整个废宝殿都能慢慢搬走了。小，好，缩到这么小，终于能放心贴身带着。这么重要的宝贝不放在身边，总觉得不踏实。要是碗里装着东西在缩小，会发生什么？小，真能行，连里面的东西也会跟着等比例缩小。咦，拿不出来。大，一点损坏都没有。碗缩小时，里面的东西会被牢牢锁住。大，里面的东西只会随碗缩小，却不会随碗放大。只有缩小时，内部物品才会被锁住。储物袋，缩小锁住，随身携带，这不就是现成的储物袋？小，太好了！不只是体积，连气息也一并消失了。好，好，我也算有储物袋的人了。有了隐匿功能，终于能试试其他废器了。月底仍有杂役弟子来倾倒废物，变化太大，难免会引起怀疑。每种品类选1件，最多2件。第1件要选我早就看中的那一柄。就是你了，脚踏仙界，逍遥天地，这才是修仙该有的样子。殿内最完整的一柄，也最合我的心意。法器、符箓、灵草、矿石，全都是一遍。刚需资源，当然要多带一些。每种只需少量，暂时不会有人发现。能不能成，天亮就知道了。上千枚，全都变成了极品。我的梦中情剑，大。刺骨寒鸣，好凌厉的剑。
型比我预想的还好，品质也绝不普通。好剑，真是好剑！